观之道为实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，便有了同长寿做斗争的历史，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寿比南山，哪怕活过那棵不老松也可以。但不论你多么有钱、有权、有势、有才，死亡总是你最后的归宿。正如某个小品所言，那个小河才是你永久的家。从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中的妖怪们渴求长生不老，到古代帝王梦想活10000岁，但长命100岁也没听说过。现代医学再发达，能活100岁的也是寥寥无几，依然是人生70古来稀，80、90的就屈指可数了。但在广西巴马县，那里的老人自古就可以活100岁，甚至110岁也不在话下。那里的老人没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脑血栓等富贵病，很多人都是自然死亡。健康长寿该怎么吃？广西巴马县的长寿老人的饮食都在吃什么？养生学家和营养学家通过大量调查后发现，长寿老人的日常饮食有9大爱好。今天就跟着小关一起去看看这9大爱好吧。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，谢谢大家。1. 喜欢喝粥。从饮食习惯看，长寿老人无一不喜欢喝粥，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，秋冬季节是最难熬的了。如果受凉就会引起不适，因此肠胃不好的人最适合喝粥。此外，不同的食材做成的粥还具有很多其他功效，如葱白粥可以杀菌，芹菜粥可以通便，枸杞粥可以安神，红枣粥可以补血等等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与其夫人都是100岁老人，两人尤其喜欢喝粥。每天早晨把50克燕麦片加入250克开水，冲泡2分钟即成粥，天天如此，从不间断。上海的100岁老人苏菊仙先生，一日3餐喝大米粥，早晚喝稀粥，中午喝烧稠粥，每顿定量为1000碗，已形成习惯。他们说，喝粥浑身舒坦，对身体有益。历代医家和养生学家对老人喝粥都十分崇见。随西居饮食说，粥为世间第一滋补食物，粥易消化吸收，能和胃、补脾、清肺、润下。清代养生家曹慈山说，老年有近日食粥，不忌顿，亦能体强健，享大寿。他编制了粥谱100余种，供老年选用，深受老年人欢迎。2. 喜欢吃小米。老人最喜欢小米，把小米当成最好的滋补佳品。体弱有病的老人可常用小米滋补身体。小米益五脏、厚肠胃、充津液、壮筋骨、长肌肉。清代有位名医说，小米最养人，熬米粥时的米油胜过人参汤。可见长寿老人喜欢米很有道理。这里小关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米的吃法：小米杂粮粥。原料：小米100克，绿豆20克，黑豆20克。做法：黑豆提前4小时泡好，将小米、绿豆清洗干净，一起放入锅中，最好是高压锅，煮好后趁热食用。小米杂粮粥非常适合夏季晚上食用，配合蔬菜和肉类，使得营养更加均衡。3. 珍珠玉米当主食。玉米别名玉薯薯、苞谷、珍珠玉等，它与水稻、小麦并称为世界3大农作物，是世界公认的黄金作物，也是长寿老人离不开的主食。美国医学会做过普查，发现美国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没有一个高血压，没一个动脉硬化，原来是吃老玉米吃的。医学研究中发现，老玉米里含有大量的卵磷脂、亚油酸、谷物醇、维生素 E， 所以不容易发生高血压和动脉硬化。从长寿老人的体质看，他们很少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，这与他们把吃玉米当成主食密切相关。4. 每天1斤奶。喝奶是长寿老人的普遍习惯，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寿星更是这样。
据说，美国现有25000名100岁寿星，其中80%为女性。她们的饮食习惯普遍是喝奶，牛奶营养丰富又比较全面，奶中赖氨酸含量较高，胆固醇含量低，碳水化合物全部为乳糖，在肠道中可以转化为乳酸，有抑制腐败菌生长的作用。牛奶含钙很丰富，吸收率也很高，还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A、D 和黄素等，这些对老人来说是必要的、有益的。100岁寿星贝宁每天喝2杯奶，有时喝得更多，所以他到100岁之时仍没有骨质疏松迹象，而且牛奶经发酵后制成干酪，吃干酪可以预防龋齿。喝酸奶能降低胆固醇，所以常喝酸奶的人不易患心血管病，还能明目、固齿，防止细胞老化等。5. 每天1个鸡蛋，每天吃1个鸡蛋已成为长寿老人的普遍习惯。100岁寿星、著名经济学家陈汉生博士根据营养学的安排，每天饮食坚持3个1：早上吃1个鸡蛋，晚上喝1杯奶，中间吃1个大苹果。他1日3餐多吃素，少吃肉，科学安排饮食，吃出了健康。营养学家测定，蛋清中含大量水分、蛋白质，蛋清蛋白有极丰富的氨基酸，且组成比例非常适合人体需要。这种蛋白质在人体中利用率最高，蛋清蛋白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，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的再生，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，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能力。卵磷脂被人体消化后，可释放出胆碱，胆碱可改善记忆力。蛋黄含的无机盐、钙、磷、铁和维生素都比较丰富。鸡蛋中含有大量胆固醇，脂肪属饱和脂肪酸，吃鸡蛋过多会使胆固醇的摄入量大大增加，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和危害心脑血管，并增加肝肾负担。所以每天吃1-2克就可以了，长寿老人们从不多吃。6. 偏爱红薯，红薯是全能的养生食物，不止因为它能养胃健脾、预防便秘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试验还证明了红薯的保健功效很全面。首先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。日本东京大学对130种食物抑制胆固醇的功效进行研究，发现红薯的作用是其他食物的10倍。所以如果你胆固醇高，就可适当多吃2块红薯。其次可以辅助降血压，增加钾的摄入量，对于降低血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据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，只有不到2%的美国成年人达到了每日摄入4700毫克钾的标准。一个中等大小的甘薯能提供约542毫克的钾元素。另外，养护关节，红薯中含有丰富的黏蛋白，对养护关节有一定好处，还可以增强免疫力。甘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，这种强效的营养元素组合能提升免疫功能。最后，红薯还具有消除活性氧的作用，避免了活性氧诱发癌症。又因红薯中含钙、镁较多，所以能防止骨质疏松症。由此可见，红薯不愧为长寿老人的饮食异宝。7. 豆腐，豆腐有中国第一菜的美誉，更有豆腐得味远胜燕窝的说法，在保健功效方面也深得人心。老人们普遍爱吃豆腐，老人们常说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随西居饮食谱味，处处能造，贫富小异，寻素食中广大教主也，亦可入荤计。冬月冻透者为尤美。豆腐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异黄酮，素有植物肉的美誉，但它的脂肪含量比大多数动物肉低，其中80%为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、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。此外，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钙、磷、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具有益气、补虚、降低血铅浓度、保护肝脏的功效。常吃豆腐有利于健康和智力发育。老人常吃豆腐对于血管硬化、骨质疏松等症也有良好的食疗作用。
8. 老人爱吃的蔬菜。大白菜、平常菜，老年人最喜爱，味道鲜美，荤素皆宜，是冬令佳蔬。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有一幅特意的大白菜图，独论白菜为菜中之王，并赞百菜不如白菜。老人常说白菜吃半年，大夫享清闲，可见常吃白菜有利于祛病延年。大白菜含有矿物质、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素纤维、胡萝卜素，还含有分解致癌物质亚硝胺糖酶。从药用功效说，大白菜有养胃、利肠、解酒、利便、降脂、清热、防癌等7大功效。9. 冬天不离萝卜。长寿老人冬天饮食不离萝卜，他们说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一年四季保安康。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写过一副对联：青菜萝卜糙米饭，瓦壶添水菊花茶。萝卜就茶是郑老先生的养生之道。萝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不含脂肪，所含的芥子油和淀粉酶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增进食欲，帮助消化。萝卜是地地道道的老人保健食品。医学认为它能化积滞、消食积、疗痰咳湿阴、治吐血、衄血、消渴、止痢、去头痛、利小便等。生吃可以止渴、清内热、化痰止喘和助消化，蒸熟吃能消食健脾，并有补益功效。萝卜就茶，吃点萝卜，喝点茶水，能消除燥热，去体内郁积毒热之气，对恢复精气神有很好作用。萝卜和肉一起炖煮，味道也很好，但要注意的是，萝卜不能与人参、橘子同吃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对长寿老人饮食爱好也有着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喜欢小关，别忘了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